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花少8墨西哥最新预告上线，5女2男成员集结，这搭配能突破上一季吗？这季花少的气质明显和前几季不一样，旅行还没正式播，就能从预告和路透里感到一种松弛的开心。5女2男的组合几乎把上一季那种全员体面、氛围疗愈的路子延续了下来，只是性格更鲜，戏剧张力更足。先看阵容，这次7个人站在一起，很有满原版群像剧的感觉。吴君如做团里年龄和资历上的大姐，被不少人用港娱4大恶人之一这样的话来形容她敢说敢对的一面，但她身上又有种久经职场的分寸感。不是那种为了制造话题到处挑刺的类型。出发前，他和陈可辛在镜头前拥抱，一脸轻松，整个人是心情很好的上路。樱桃被放在2姐的位置，路人缘起落都跟他在中餐厅里那锅无盐牛尾汤紧紧绑在一起。再加上他对形象管理比较在意，过去常给人一点不好相处的错觉。周冬雨则是第3位姐姐，之前在综艺里留下的脚臭梗、衣服太脏梗至今还在被反复提起。这次她既不是咖位最大的，也不是资历最重的，打开状态明显更低调。送行环节里是马思纯出现，两人拥抱互动很自然。林依晨则几乎被观众预设为受气包，但在最新预告里，她穿着睡衣做夸张表情，完全放下偶像包袱，和吴君如、王可一块闹成一团。男生这边，邓为被放在大哥位置，脸上贴着搞笑胡子出现在画面里，看起来格外接地气。王星越做小弟，路透里不是闷头跟着队伍走，而是主动和樱桃、周冬雨聊天，两位姐姐都是笑着回应。这套排布其实把冲突感和安全感都预制好了。这一季最宽心的一点是活人感真的很足，很多人对双数季本能有阴影，原因当然是花少2、花少6的那种拉扯、对立和剪辑上的放大争执，都成过往热点。但现在从墨西哥那条预告看下去，沙发上几个人一边举着酒杯一边打闹，吴君如还在比划，林依晨在旁边做夸张动作，王可加入一起玩。整体氛围类似上一季大伙一起出游的舒展状态。邓为的存在感很典型，他不靠热词刷存在，而是在路透里一直忙着帮大家搬行李箱。做事务型的大哥，看起来是希望把多干活少添乱的路线走到底。上一季龚俊靠真诚、勤快赚了不少路人缘，这次邓为身上显然也被寄托了同样期待。王星越则是另一个体力担当，他擅长爬山，喜欢户外运动，在这一类高强度行程里，明显能接住不少繁琐的活。整体看下来，这季的男嘉宾没有嘴碎担当的配置，反而像是被导演组有意识的安排成团队里的缓冲器。几个姐姐的组合是这季最耐玩也最可能出戏剧效果的一块。吴君如的真性情属于多年行业经验沉淀出来的直率，他敢讲，但界限清楚。樱桃则处在从上一档综艺争议里走出来的阶段，他被很多人贴过爱端着太有包袱的标签，这是双数季一开始被唱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周冬雨过去被总结成综艺低情商代表，说孙红雷脚臭，吐槽王迅衣服脏。那种没太顾及对方感受的直言给他埋下不少口碑隐患。这次他一方面有马思纯的送行支持，另一方面在路透里被拍到手机页面是全英文，疑似在为团队做行程规划，这说明他大概率想换一种姿态加入旅行，从爱碎嘴的捣蛋鬼转向能帮忙做功课的那种认真型队友。如果3个人在真实旅行中能多一些相互照顾，而不是彼此拆台，这种性格上的冲撞就会变成观赏性，而不是尴尬源。
林依晨和王可是另一个维度的平衡。林依晨的公众印象一直偏软，她很少出现在大型群像综艺里当话事人，更多时候被想象成容易被别人左右的那类温柔性格。但预告里她穿睡衣搞怪，主动放飞，说明她并没有把这次出行当成谨慎维持形象的任务，而是愿意把自己丢进集体玩的状态中去。王可作为小妹，和姐姐们聊天时也没有明显的拘谨，在沙发上那段闹作一团的画面里，她跟着一起笑，一起玩，而不是仅仅坐在角落当背景墙。这样的年轻配置能让团队的整体节奏更轻快，不至于被大姐们的真实和男生们的干活模式压得太紧。把视角拉回到节目本身，花少八之所以被这么多观众预判稳，还跟导演组的态度转向有关系。上一档双数季花少六收视期结束后的豆瓣评分只有 3.9， 总导演李超后来在公开场合明确道歉，说开分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承认自己在那一季里让大家失望，并接受所有批评。这种表态背后，其实是节目组对刻意制造冲突的反思。到了花少七，整体氛围就明显偏向温暖、克制，不再用剪辑找吵架点，而是把大量空间留给旅程中真实的疲惫、犯错和相互体谅。群像呈现的质感，靠的是大家在路途中缓慢磨合出的关系，而不是被设定好的剧本矛盾。这一季回到双数季的节点，李超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面临的压力，并且明确表示要放弃剧本化冲突，回到纪实旅行本身。同时在阵容上选更容易磨合、实力更稳的嘉宾。这一整套选择和目前路透里呈现出的空气感是对得上的。旅行线也很有看点，这次路线是南美3国，墨西哥、秘鲁、阿根廷，为期大约1个月。从现有画面能看到，他们已经在墨西哥彻底玩开了。几个人一起去逛名创优品，互相之间没有明显的生疏感，大家放下包袱，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吃住和行程，其实是花少这个 IP 最初吸引人的地方。不是去拍观光宣传片，而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前提下，看一群性格各异的人怎么适应当地，怎么把自己的习惯往下放。导演在访谈里提到，自己更想呈现的是一种社会情绪疗愈，给观众看的是低内耗的社交样本，而不是持续拉扯的关系耗损。从南美3国的长度和文化差异看，这段旅程本身会带来不少未知情况。如何在这些变化中保持体面和互相扶持，会决定这季能否和花少5、花少7一样变成高口碑代表。当然，群像好不好，最后还是要看具体相处中的细节。吴君如、殷桃、周冬雨这3位真性情聚在一起，理论上既可能产生非常好笑的高能片段，也可能真的在某些生活习惯上互相看不顺眼。从观众视角，这种不完全可控的撞性格，反而是旅行综艺最有趣的部分。另一边，2位流量小生的表现也会是全网关注点。邓为第一次做常驻嘉宾，还被放在大哥位置，本身就是不小的压力。而网传第一站的导游是王星越，他要负责带队，是一个对新人来说非常考验沟通能力和行动力的角色。按照这档综艺过去的规律，男嘉宾只要在相处里保持多干实事，少添口舌，一般不会遇到太多负面评价。花少7李宫俊和张晚意走的就是这种路线，默默分担体力活，在情绪紧绷时给队友打圆场，最后自然就收获了不俗的路人缘。现在看邓为帮大家搬箱子，王星越和姐姐们聊得很开。新一代综艺路人缘黑马很可能就在这2人中间诞生。对这季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，预告里大家的熟悉感其实已经挺强了。
但真正的磨合会发生在后续连续几站旅程里。长线旅行里的节奏变化，往往会把人最真实的状态筛出来。有人在一开始很能聊，到后面会因为身体和情绪疲惫变得安静；有人则会从一开始的拘谨，逐步切换到敢做更多决定的状态。现在路透数据显示，整个团队已经达成了一个基础的玩得来的共识。这意味着节目播出后，我们看到的不会是从零开始打破冰层的尴尬，而是基于已有好感的进一步拉近距离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这种起点会让观看体验更舒展，也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每个人成长和关系变化上，而不是被初期的冷场消耗耐心。综上，目前能看到的所有信号都指向一个方向：这季花少在阵容、导演心态和旅行路线等几条线上，基本把坑都填得差不多了。剩下要交给镜头记录的，就是这7个人在墨西哥、秘鲁、阿根廷一路走下去时，如何在真实旅途中继续保持这份全员活人的状态。至于能不能真正超越上一季，可能要等正片播出后，用观众的耐心和口碑来慢慢验证。